副总喝酒吗？周阳问道。我没有叫有酒，想着副董年纪大了，不宜喝酒就没有叫，没有考虑到副总。傅婉宁说道，今天不喝酒，就这样吃顿饭挺好的。我平时应酬总离不了喝酒，事实上我很不喜欢喝酒。爷孙俩过来是谈生意，签合同的也不宜喝酒，喝酒很容易误事。周阳笑了笑，总算找到同道中人了。我也不喜欢在餐桌上喝酒，但平时应酬又不了喝酒。副总，我们两家公司合作的事，你们没有意见了吧？还有一点小问题，吃完饭我们再聊聊。解决了那点小问题，就可以签合同了。副董说道。好的。周阳笑着又招呼爷孙俩吃菜。他喝了一碗汤后，对爷孙俩说道，副董既然来了我们管城，要不要住上2天？我给你们当导游，带你们到处走走逛逛，吃我们管城的特产小吃。副董看了一下自家孙女，想了想后笑道，周总盛情难却，那我爷孙俩就逗留2天吧，走走逛逛，我这副老骨头是不行的了。周总若是方便的话，能否送我去游游山庄参观参观？听说游游山庄的风景远胜于管城很多景区的，去景区还不如去游游山庄呢，还能结交一下战家。周阳笑道。副董想去游游山庄，我随时能安排，那是我小姨的家，我小姨是当家太太，跟她说一声，她同意了，我就带你们过去，还可以安排你们在那里住上2天，住就不好打扰了。我爷孙俩在这家酒店住下便行，去游游山庄参观一下便行。周阳马上说道，我帮你们开2间房。副董笑着道谢，没有拒绝周阳的安排。2家集团合作，周阳负责招待他们，给他们安排好住处也是应该的。管城好玩吗？傅婉宁问道。我觉得很好，我是管城人，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成长了一段时间，这里是我的根，我觉得我们管城是个好地方。周阳虽然后面跟着母亲去了江城生活读书，却也经常回管城，管城才是他的根。毕业后，他拒绝了母亲邀请他进凤氏集团，而是回了管城创业。没多久又被龙庭哄去和他一起管理龙腾集团，但管城这边的事业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后来继父又将陆氏集团交给他，他就更忙了，重心也是放在管城。龙腾集团有龙庭坐镇，他这个副总裁偶尔回去上10天半个月的班就行，有什么事龙庭会在线上和他沟通。他在龙腾集团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是通过线上处理，在管城周阳也觉得更自在一点。在龙腾集团，为了帮龙庭保密，他和龙庭一样天天都戴着口罩，遮挡他的面容，不让龙拓他们认出他的真实身份，从而确定龙庭的身份。副总只在管城逗留2天的话，可能是发现不到管城的好，也无法去更多地方。现在咱们2家公司合作了，以后工作往来，副总若来管城出差，我都可以带副总到处走走。傅婉宁笑了笑说道，偶尔的事，他这个傅氏集团的当家总裁也很忙，这次是爷爷非要他放下手里头的工作，陪爷爷过来与陆氏集团签合同，说他们傅氏如此重视陆氏，以后合作的机会才会多，也能长久。虽说陆氏集团不是管城第1大集团，但陆氏与战氏是深度合作的，他们傅氏与陆氏合作后，以后说不定也有机会与战氏集团合作。今天看到周阳后，傅婉宁倒是不后悔，他不是没有和周阳打过交道，不过他们平时都是靠电话或者微信联系，今天是正式见面。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副总来了，我都可以充当导游，包你吃喝玩乐。傅婉宁笑道，我先谢谢周总的好意，以后若是过来，就跟周总不客气了。不要跟我客气。3人都笑起来。
副董看周扬越看越欣赏，见孙女和周扬相谈甚欢，两个人的爱好依然有很多是相同的，副董都忍不住多想。饭后，周扬带着爷孙俩上了顶楼的总裁套房，那是他姨丈在管城大酒店的房间。那间总统套房不对外营业，现在姨丈处于半退休状态，战氏集团很多事情交给了宝宝，这间总统套房很多时候也是宝宝在使用了。表兄弟俩感情好，宝宝也给了他一张专属房卡。进了总统套房，周扬亲自去沏了一壶茶过来，放下茶壶茶杯后，他又去给副董倒来一杯温开水。副董年纪大了，还是不喝茶吧，怕影响你的睡眠。年纪大的人睡眠浅，周扬想到周到。副董笑道，我正想让你给我杯温开水就行，除非是早上，否则我都不敢喝茶，喝了就会整夜睡不着。咖啡老人家也很少喝了，孙女还小的时候，他一个人撑着公司，要应对繁重的工作，他才会喝咖啡喝茶提神。如今孙女能撑得起公司，老人家在饮食上就改变了很多。周扬给傅婉宁倒了一杯茶，也给自己倒了一杯。喝了一杯茶后，两人才开始讨论合作的问题，大体上是敲定的了，只有一些小问题很容易解决。周扬满足了傅氏的要求，傅氏也能满足他的条件，双方没有意见，签了合同，盖了章，合作便敲定。两位要不要先休息休息？房间已经开好了。周扬问道。傅婉宁问他，周总下午几点上班？方便带我们去你公司参观参观吗？爷爷去过陆氏集团了，但他没有去过。傅氏与陆氏的合作一直都是爷爷在接洽在谈，到今天要定下来了，爷爷才带上他。周扬笑道，自然可以，我们公司下午1点半上班，现在。他看了看时间，说道，现在1点，可以休息半个小时，再去公司。两位先回房里休息休息，下午2点，我带你们去我公司看看。爷爷你怎么看？傅婉宁问着爷爷。副董说道，我们远道而来，还没有休息，先休息休息吧。下午2点再麻烦一下周总。副董的确累了，他毕竟上了年纪，精力没有年轻人那般好。傅婉宁便对周扬说道，麻烦周总先带我们去休息，咱们下午2点见。好。略作片刻后，周扬起身带着爷孙俩下楼。他给他们安排的房间在同楼层，也是总统套房。我想着副董年纪大了，副总陪着好一点，所以给你们开了总统套房，与我那间房同一层楼，方便很多。周扬带领爷孙俩走到另一间总统套房前，已经有管家在门口等着了，看到3人过来，管家连忙开了门，神色恭敬地请他们入内。周扬没有待太久，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也需要休息休息。在客房的床上躺下后，周扬先给宝宝发信息，告诉宝宝他今天在总统套房里午休。宝宝回他一个的表情。那边的傅家爷孙俩很快就躺下，并没有聊什么，要聊晚上有空再慢慢聊。1个小时过去得很快。下午2点，周扬准时出现在傅家爷孙俩的房门口，按响了门铃。傅婉宁很快便来开门。周总，下午好。傅总，我们准备好了，马上可以出门。周扬的准时让傅婉宁很满意，他自己就是个时间观念很强的人，跟人约定了时间，他不会迟到，也不喜欢别人迟到。在东城商界，谁都知道，若与傅氏的副总见面谈生意，宁可早到也不要迟到。迟到了，不管你们公司多有前途，副总都不会再给他们机会，因为说话都不算数，副总无法相信他们。傅婉宁时间观念就是这么强，强到跟他合作的人都不敢迟到，个个都宁愿等着傅婉宁，也不敢迟到1分钟。
周扬很准时，说好2点就是2点，他对周扬的印象就更好了。不愧是大家族培养出来的。傅婉宁扭头扶着爷爷出来，周扬本能地伸手去帮忙挽扶傅董。一行3人坐着专用电梯下到1楼，周扬的秘书迎过来，傅董、傅总。秘书向傅家爷孙俩问好。傅婉宁有点意外，周扬的秘书竟然是男的。看一下周扬那张脸，傅婉宁在心里腹诽着，用男秘书对周总更安全一点，要是女秘书的话，秘书很容易就动心。周扬不接受，秘书在工作上会做什么手脚或者出差错都有可能，还是用男秘书安全一点。她是女总裁，她都不敢用男秘书。虽说她不是那种绝世大美人，但她是傅家唯一的血脉。傅氏集团在东城那是数一数二的大集团，雄厚的财富就是一大块肥肉。谁要是娶了她，等于拥有了傅氏集团。傅婉宁不得不防，她都不敢恋爱，怕对方是冲着她家的钱而来。恋爱也容易让人降智，什么出格的事都有可能做出来。她不恋爱不心动，就能时刻保持清醒。爷爷和母亲是催她要恋爱，要结婚，要生个孩子，将傅家传承下去，不能便宜了亲戚们。傅家的那些亲戚比外人更想要傅氏集团。傅婉宁这个唯一的独苗，如果不结婚不生娃，等傅婉宁也老了，傅氏集团不就成了他们的了。傅婉宁想过去国外做试管婴儿，用别人的精子生2个孩子接班就算了，但爷爷和母亲无法接受他这样的想法，坚持要他结婚生娃。爷爷说还是有好男人的，只爱他这个人，不是冲着傅氏集团而来。傅婉宁知道会有，但很少，那样的好男人太少太少了。人性的险恶，他很小的时候就尝了个遍。傅家爷孙俩坐的车子是他们临时租的，有2名保镖跟随。在见到周扬后，2名保镖便没有再跟着。傅董相信周扬，也相信战家的威名，在战家的地盘上，没有人敢对他爷孙俩做任何事，那样不仅仅是与他们为敌，还是与战家过不去。去陆氏集团的路上，傅董轻声说道：“阿宁，你说没有那样的好男人，今天见到了吧？周总就是那样的好男人，所以不要一竹竿打翻一船人。”傅婉宁默了默后说道：“周总的确很优秀，人也细心周到，跟他打交道很舒服。那又如何？只是合作关系，以后见面的次数都少。”傅小宁知道爷爷的意思，也明白了爷爷坚持要他陪着过来的用意。爷爷，我还年轻，暂时不考虑接班人的事，等过几年，我在公司的位置做得更牢一点了，再考虑生个娃，只要娃不要老公。傅婉宁还是坚持只要娃不老公，她不敢去赌人性，人都会变，她不敢保证初时对她真心的男人在傅家生活一段时间后不会生出野心，而且只要娃也省事很多，没有什么抚养权之争。你还想着生个娃不嫁人是吧？爷爷，我不会嫁人，你就我一个孙女，你舍得让我嫁人吗？我就留在家里陪着你和我妈，过2年生了孩子，爷爷退休了，在家里只管带曾孙，安度晚年。孩子有没有爸爸不重要，他身上流着我们傅氏的血脉就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就是超前，他们老大人跟不上，也接受不了。战家大少爷只比你小1岁多一点，要不让周总给你牵红线。战家家风好，战家男儿又专一，他们家财富比我们家还厚，不会肖想我们家的家产。你可以放心和他恋爱、结婚、生娃。我和你妈都希望你以后能有一个完整的小家庭。傅婉宁哭笑不得，爷爷，战家大少爷比我小呢，我不喜欢姐弟恋，再者人家战大少爷现在也无心恋爱，我连见都没有见过他。他嘀咕2句那样的话，
我还不如和周阳试一试呢。爷爷，别说那些了，咱们是过来谈生意、谈合作的，为了工作，其他事都不要想。傅婉宁挽上了爷爷的手臂。爷爷，我想永远留在你和我妈身边。爷爷真不用担心我，也不用担心我们傅家的未来。凡事有我呢，天塌不下来。孩子吗？他身体健康，想生，随时能去做试管婴儿，一次性就生1对龙凤胎都可以。有儿有女的，